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3月11号到3月17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酷澎大量挖角电商人才，酷澎来台大撒广告折扣，也挖角高薪台湾电商的人才。Momo 反制的方法是要求供应商去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并跟进酷澎的价格，甚至是说叫你不要出货给酷澎这样。但这个策略在短期之内看起来蛮难奏效的。第二，统一承认投资雅虎有助电商布局。统一集团投资雅虎电商是为了因应未来消费趋势的变化。虽然统一去年营收已经到5800亿，但它线上的贡献换算起来不到 0.5%，那个金流不算而是纯电商的贡献。所以他们现在要靠雅虎来强化自身的电商能力。第三，一番赏诈骗疑云。YouTube 网红有否西的 iPhone 抽奖活动遭另一个网红蹦板指控包牌无中奖签。以品牌商的角度来看，如果 KOL 发生这种事件他未来会不好再接业配，因为粉丝对这个 KOL 是基于信任才去支持他，结果这个 KOL 自己去消费这个信任失去信任 ，KOL 的转单能力会大幅的下降。想知道每周的电商大事，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托尼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的电商领域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新闻，我会挑选3则我觉得重要的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3月11号到3月17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酷澎大量挖角电商人才。简单讲一下，就是酷澎嘛，韩国的 Momo 嘛。那酷澎它进来，除了大撒广告跟折扣以外，它也开始从台湾各大电商平台高薪去挖人。那 Momo 反制的方法是要求自家的商品要跟酷澎进一样的价钱，并且要求供应商提供差异化的产品。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的我们前2集就在讲要开始大乱斗了，果然是开始了。那现在 Momo 的应对方式还不知道成效，要厂商去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我猜做法就是依照不同的，就是他要提供不同的商品组合之类的，什么买洗衣粉要送洗衣球之类。厂商其实不太可能为了一个通路去出现特规的生产线除非你是好事多那而且酷澎现在的操作是买断制，你 Momo 还在那边进货、退货、罚款、台湾票期那说真的，以那个品牌商的角度来说，出货给酷澎应该是比较香的。那这个真的就是风水轮流转前几年 Momo 才在那边不顾出版社的意见，硬是要做新书就66折那你看一下报应来了现在就遇到那个酷澎来血洗市场我们就静静的看后续会怎么发展吧。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神仙打架要小心小鬼遭殃第二个新闻，统一承认投资雅虎有助于电商布局。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统一集团呢，他出来讲说投资雅虎电商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未来世代的消费习惯它必然是网络化的，所以要借助雅虎的电商经验。然后他提到集团去年营收5800亿，但是来自线上的贡献不到 0.5%， 不到 0.5%。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你看我们前面猜测是对的，他真的就是在做未来的布局。那现在看起来他们实体已经很强了，所以要把触角伸到网络上。但是这个地方有个蛮有趣的因为他手上本来就有博客来他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本来就有博客来这个电商平台那虽然没有 Momo PC 用这么强势，但也算是个中型的平台了那刚看了，原来是博客来去年就出现了亏损的警报那亏损的原因也跟 Momo 有关Momo 之前的书本打折策略直接打掉博客来的营收，那这样就很合理现在就是统一他在台湾实体很强，但线上很弱，所以他才会开2条副本这样子，用 iOpenMall 去打虾皮，用雅虎电商去打电商平台但酷澎这个对手真的很强啦，就我也不知道统一接下来会怎么打算。第3个新闻一番赏诈骗疑云。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网红有否西举办的 iPhone 15抽奖活动，遭另一位网红蹦板来指控说包牌无中奖签，这个是欺诈的行为，并且提告。
哦，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哦，我有看那个蹦版的影片啊，看起来应该10之8九哦。有否析哦，他虽然没有到非常的红，但他算是 YouTube 的骨灰级人物。照理说要赚钱，应该有很多方式啊，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哦，那如果我们单纯用电商找 KOL 的角度来看，哦，那基本上发生这种事情哦，这个 KOL 就很难再合作了，因为粉丝跟 KOL 本身就是一种信任关系哦。你业配的产品，别人也要业配啊，你卖的价格也没比人家便宜啊。那粉丝是愿意在这边买，是因为信任哦，是因为想要支持你。但是今天只要发生这种，你怎么在骗粉丝哦？那未来哦，粉丝看到业配广告的时候，都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基本上品牌哦，他一定想得到这一步啦，然后就不太会再去找他了哦。那出不来业绩哦，就算你的业配只要100块，也是很贵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3月11号到3月17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酷澎大量挖角电商人才。第二，统一承认投资雅虎有助于电商布局。第三，一番赏诈骗疑云。哦，讲八卦哦，讲八卦。我们现在看这个酷澎大量挖角，这是真的哦。现在在我们电商业界哦，你看像我们 7bis 系统商，也都传出很多那种挖角的事情哦。所以哦，那个薪水真的是高哦，真的是高。那这个花钱去抢人才就对了。好，我想哦，更有趣的是哦，如果你现在是某某，你会怎么应对这场战争？好，你有什么办法吗？因为酷澎这种，人家只是做一次增资，人家就跟你股本一样了哦。在这种金钱实力超级强的对手面前，你能够做什么处理？你要去限制你的供应商不要出货给酷澎，那个我看起来都是一时的，人家就是现金买断跟你某某台湾票我会卡来卡去，对啊，所以真的蛮困难的哦。那酷澎他们这种外资就这样进台湾如入无人之境呢，我们投审会这个也是不挡一下呢，就直接就让人家进来了呢。那你看他再把我们台湾消费者的钱赚一赚是拐回韩国母公司呢，所以我们就变成人家的外汇存底了。这个在我看起来真的是怪怪的哦。那如果你是某某，你能怎么办？我说真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呢。那个对手金钱攻势那么的强某某的电商人才被大量挖角那除了这个电商营运的人才以外，还有很多呢，还有包含业务单位就强的业务然后还有一些行政单位法务人资通通都被挖角了。然后酷澎现在投的那个钱，像我们在业界酷澎它不是只做电商的，它还有仓储呢，它仓储的现场作业人员也是用钱在挖角呢。对啊，然后那个仓储那个给的钱都是仓储业界给不出来的钱。好，你说这个是一个促使产业竞争升级吗？我怎么看起来像一面倒的血洗？不知道我看不懂如果我是某某的话，在短期之内我没有想到什么厉害的方式可以去反制酷澎他们钱太多了，真的钱太多，用钱砸出来砸台湾的市场，然后人家宁愿赔钱在做。这个我们只能够等他自己爆掉，就等他自爆。可是人家钱那么多，变成说你等他自爆可以啊，可能人家这样持续赔钱，他要赔5年他才会爆，我自己就撑不到5年了，所以不知道看不懂好，那这是通路大战通路大战，所以现在就出现了通路逃难潮，就是跑来自架官网，就是这样啊那神仙打架那你一个小品牌小公司，那你就还是做自己的购物官网最稳当为什么讲稳当？因为酷澎也不会买你的东西啊，你那么小品牌他就不会去买你的货。好，他们不是说完全不会有机会买你货，而是他就会买一批你的货，然后滞销啊，卖不掉，他下次就不跟你进了那从此你也不要想再做他的生意了很夸张。好，那你就做自己的官方购物网站然后平常你看那些通路大乱斗，那你就看哪边有豆腐可以吃，你再去吃啊。你守好自己的基地，自家购物官网好像明显看起来这个是个比较理想的策略。我跟你分享，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
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家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iz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iz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Cyberbiz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